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回落啊，这个回落幅度达到了 0.42， 非常微弱的回落。但是我们看到啊，这轮行情高点啊，左上角这个绿色标记高点已经到达了34,082点。那么行情到达34,000点附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首先看啊，高位在34,000点附近已经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的波峰结构。这个等位置波峰结构呢，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峰法则呢，是非常容易出现新的高点的。所以呢，行情目前已经从反弹进入到反转阶段。那么反转阶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啊，首先见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做了一定的调整过程。在周四的这一天，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新的悟空阳线之后呢，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新一轮的多头信号。那么虽然昨天有所调整，但是它的这个调整范围呢，始终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行情走到这里面，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成功反转出现高点。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上，周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啊，3月27日的这一周出现了悟空阳线，目前正在走周线级别的八戒阳线组。那八戒阳线组走完之后，会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那么对于美股来说，反转之后的目标点位是在35,000点附近。那么比特币的多头目前同美股出现了同步现象啊，这个同步是从背离走向了同步。同时呢，我们看到4月10日这一天，比特币正式开启了一轮突破了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区域。突破之后呢，构成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4月10日出现悟空阳线之后，目前始终在高位啊31000点附近，3万到31000点附近做收敛震荡。那么这一组连续5个交易日的震荡呢，我们管它叫做八戒阳线组，其中包括很多妖怪 K 线。妖怪 K 线是做什么呢？是做对我们对行情多头方向趋势的一个干扰的。那么上方呢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啊，目前比特币在本周已经完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上方最重要的压力呢，正是在32,000点，32,000点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那么下一周我们重点要关注比特币可能要面临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啊，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就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因此呢，在周线这个大的时间周期上涨西游结束之后，我们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预期。行情不仅仅是单边上涨虽然我们有多头的一个预期，但是调整可能很快要发生。这个调整呢，我认为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那么调整过程当中要重点关注的是32000美金这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如果一旦突破，证明调整就会结束，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可能会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上涨趋势过程当中，压力位附近多空带来的一些方向上的选择。那就目前的走势来看比特币的多头依然在继续刚才我们提到了日线级别上正走的一个是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那从更小的一个时间维度去观察，它的主要支撑位是在3万点附近，3万美金附近呢是144均线上移之后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上移之后，在3万美金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多头来讲可以把止损位设置在3万这个点位附近如果3万不破的话上面是有空间的。同时呢，下一周要注意的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如果发生调整，首先要考虑跌破的就是3万美金整数关口。同时呢，这轮行情它的引擎主要是以太坊以太坊在上海升级之后，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快速反弹行情。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对标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急速反弹，甚至可以说是反转啊。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马上就要走出唐僧阳线。这里的反转呢是基于一个重要的支撑位，这条支撑位呢是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0.067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证明以太坊对比特币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势结构。同时，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目前呢已经接近2100美金在突破2100美金之后，我们的目标点位是2200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新的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看到了，前面行情分析当中也给出了一个目标位2200美金，特别是在它突破箱体，并且在箱体的上边线附近做震荡形成突破之后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就有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目前唐僧阳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对于以太坊来说，周线级别目前的支撑位上移到1950美金，这个位置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形成了一个区域。这个位置做反复支撑之后，我们把1950设置止损，然后多头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之后呢，我们认为它有可能再走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甚至到达3000美金附近。因为3000美金呢是这轮行情急速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目前呢，上涨主要是对这个筹码空缺区进行的回补。我们知道周线级别急速下跌之后，这些空缺区大概率会经历回补，所以呢，目前以太坊在多头趋势上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在这里面已经出现，只要不跌破1950的话，那么多头有可能会继续发育，引领整个市场。那么这轮行情最好玩的是几个山寨币山寨币板块轮动之后，我们看到我们最近经常关注的SXP 出现了重新启动。在周线级别上，我就说了周线级别 SXP 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虽然经历了回调，但是有了悟空阳线的多头信号之后，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了2轮日线级别下跌的调整。这个结构呢，非常类似于我们之前提到的 CF 我们打开 CF 的这个现货行情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 CF 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就做了2轮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那么 SXP 它的走势和 CF 是非常类似的它的板块龙头地位也是非常相近的，一个是香港板块的龙头，一个是币安支付板块的龙头。那么我们看到SXP 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了2轮日线级别调整，并且在调整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的收敛三角形。这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附近，它非常接近于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因此呢，在0.6附近，我就跟大家说要在这个位置上布局。结果呢，它是以横带涨的脱离了下跌结构。那么随着比特币和以太坊行情的重新回暖重新向上突破 SXP 迎来了新的机会。目前它在这2个交易日的涨幅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已经涨了25%，但是依然有空间。原因是强势币种总是强势。我们看之前 CF 的表现就是一轮上涨行情之后然后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我们调到这个CF 的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日线级别，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2轮日线级别下跌做调整，然后冲出个新高之后再做震荡盘整。那么对标的 SXP 目前正在走非常类似雷同的结构在这个位置上正在向上突破，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所以呢，对于热门板块支付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 SXP 来说，目前的价格还是有很大空间。同时呢，昨天对粉丝群的朋友特别是有粉丝问我就是目前热点在哪儿，可以做的是哪些呢？我认为 ID 和 ARB 这2个币种呢是当前行情当中非常热门的，特别是 ID 目前它横盘已久，从3月
底到4月中旬横盘1个月啊，这是一个次新币种，目前处在一个量价齐升的爆发阶段。这种次新币种呢，往往是在板块轮动当中超级主力非常有意愿去做的。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走出一个悟空阳线，走出8节阳线之后，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目前正在做第2轮的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动作。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啊，它是一个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呢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对于 ID 和 ARB 啊这两个非常类似的，都是次新币种，要有一些资金做关注。同时要重点注意的是大幅上涨的币种往往回调非常凶狠，所以呢，在布局的时候建议分仓进场，同时要设置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吸油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